姑娘是何人？妾身乃是季将军的魏王人。怎么又来一个？又来一个？难道还有旁人？季唐青，以为你独得圣宠就可以胡作非为？我是西城侯，世袭官爵，而你，丞相无权操家。西城侯贪污受贿，草菅人命，抄。你遭报应的！小姐，看来给那位季将军当魏王人的人不止你一个，人要是被识破了咋办？上门之前我考虑了方方面面，哪知道还有人和我同时上门认亲啊！这么一来，该不会真是季承风的妻儿吧？家兄生前孤行吊唁，死后却冒出两个魏王人。世人若是知晓，怕是以为家兄和那些处处留情的浪荡子没什么区别。不知家兄何处得罪二位，要毁的一世英名？二爷怎能将妾身与一个江湖骗子混为一谈？我们安哥长得那么像大爷，任谁见了都知道是大爷的孩子，不像是某些人，一看就知道是上门行骗的，偏到二爷头上，真是不知死。你这孩子和季将军长得可不像。啊？哪里不像？牙齿，孩子的牙齿会跟父母更为相像。季将军一口牙齿整整齐齐，这位娘子的牙口也算整齐，可这孩子却跟他们截然不同。姑娘人生有理。胡说八道！4年前，大爷回京述职，带着一帮弟兄去排云楼吃酒，妾身在排云楼卖唱，不慎被人下药，送到大爷醉酒休憩的房里。事后发现自己有了身孕，可大爷已经离京，便一个人把孩子生了下来，一边拉扯长大，一边等大爷回来。有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，家兄饮酒会导致兄妹气短，所以滴酒。怎么会？换个人家骗了。送客。送客。他编完了，该你了。希望你的故事再周全些。3个月前，妾身在边关捡到一位身受重伤、濒死的男人，将他带回乌城救治。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大半个月，从彼此提防到两情相悦。他告诉妾身，他叫季长风，还给了妾身这枚令牌。
还活着。小姐，要救他吗？救。还以为这块令牌遗失，原来是被这个小骗子顺走，还相处了大半夜，两情相悦。这小骗子大概不知道，那日在边关作战之人并非兄长，而是长风着急回战场，伤势好转后就离开了。临行前，他告诉妾身，让妾身等他凯旋，还说会风风光光的娶妾身过门。满口胡言。我说的这话没什么漏洞。丞相若是不信，妾身还可以描述一下他身上四处的独有特征。不必。这块玉牌，兄长从不离身。既然兄长把玉牌送给你，就足以说明你跟兄长的关系匪浅。那我们择日就拜堂。妾身一介孤女，不负父母，亲事不必大办，只要让我抱着长风的牌位，在祠堂走位仪式即可。这女人放着好好救命恩人不当，非要骗着上门当。这守寡的日子可不好过，何必上杆子当寡妇呢？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能为季将军守寡，妾身甘之如饴。那些视我为眼中钉的世家，在屡屡刺杀失败后，换这种花样对付我，还是找这女人来当寡嫂，再构陷悖逆人伦、私通寡死。二爷不好了，老夫人被桂花膏呛住了。小姐正在救人，请勿打扰。救人？这分明是害人！娘，娘没事了，多亏了这位姑娘。不知姑娘是？妾身乃是季将军的未亡人，今日来府上，只求与季将军完婚，与他一生。长风的未亡人。我在边关救了季将军，季将军赐玉牌，与妾身私定终身。方才妾身还正与二爷商量，抱长风牌位成亲一事呢。这些骗子张口。好孩子，那你就留下吧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上杆子上门给我当寡嫂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小姐，为了给江府报仇，您这样做值得吗？值得。姐姐惨死，姐夫一家被灭门，连官府都不敢管，实在凄切。我只能冒充季长风的未亡人，借着丞相寡嫂的名义继续查下去。
姐姐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清楚江府灭门的真相，还你们一个公道。这小子演技真是不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是个痴情。此时正为亡人肝肠寸断，心死不了。拜天地！站着！气势！妖女一看就是有心人安插进来的，想要谋害长枪的。你放这长风家小不管，让这妖女进门，是想让我季家断子绝孙吗？谁把他们放进来了？二爷，老太爷带了一帮家丁，小的没拦住。我能进自己孙子的府邸吗？别以为你当了丞相就可以目无尊长。你若是懂尊卑，怎么会让你的小儿子认我大哥季长风这个大孙子为尊？你胡说八道！那是你二叔的。哦，原来是季凤侯爱氏的私生子。长青啊，但凡有一点办法，二叔会上门找你。我是驸马啊，这事要是泄露了，陛下怪罪下来，整个季家都要受所牵连。你也逃不掉。如果只是找个人当爹的话，那祖父也能当啊。你都能让你的儿子管他的堂兄叫爹，就不能让他管他亲祖父叫爹吗？看不出来啊，这厮俊美的皮囊下长了一身反骨。还看还拜不拜堂？就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。没有。好，好得很！我等着，你赶紧将这孽畜拉下马，走！拜天地！季长青，我等着看你的下场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听说那女人救过你大侄子，救了你长嫂，我正是公主需要的人。若是她医术不佳，公主自会将你除掉。拜高堂，入洞房。这你就不用跟着了。夫人，寿阳公主的仆从来信说，让大娘子去公主府给薛公子看病。你初来乍到，没名没气的，寿阳公主怎么可能找你给她儿子看病？八成
是长青的二叔使坏。你准备马车，我亲自去会卷。娘，我救你的事怕是也传出去了。这寿阳公主若非病急乱投医，应该也不会找人来寻我。我若是不去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二叔一定抓住不放，给咱家使绊子。我若是去了，即使无能为力，他也不好说什么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只是这寿阳公主性格暴戾，喜欢滥杀无辜。听闻好几个大夫都被她无故打死，娘怕你去她那儿受了委屈啊。娘，你让人给二爷带个话，若是有什么万一，让二爷去救我便是。赶紧去给长青捎个话，让他速速恢复。是。你这娃娃哪来的？别人送的。谁送的？我爷爷病人送的。谢谢小姨，我很喜欢。你又闯祸了？没有，我和姐姐聊天呢。小雨的傀儡为何在这孩童身上？姐姐的死，难道和这老大夫有关？您是宝芝林的黄大夫？我是平安堂的。原来是妇儿圣手，久仰久仰。公主要见您。小公子大概从半年前开始抽搐，日渐严重，如今站不得，走不得。御医和继承大夫说是癫痫。驸马吩咐，故意引导他说错病情，如此一来，必然引得公主大怒，将其杖毙。这都多少天了，全都是庸医，把外面那些都给我拉出去，乱棍打死！公主，你息怒。参见公主。本宫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？你这相貌颇为眼熟。妾身是抚州乌城人士，之前从未来过京都，与公主应该无缘相见。给薰儿把脉吧，别把她吵醒。薰儿得的什么病？公主正在气头上，说错了病情，你就等着被杖毙。公主，宣公子的病非同寻常，妾身暂时不敢下定论，需要回去再想想。这服饰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
你那么厉害，都诊断不出来轩儿得了什么病，你该不会是不想给轩儿？驸马爷这么看得起妾身，妾身怎么敢怠慢？只是宣公子是公主唯一的孩子，妾身不敢妄言。那确实应该谨慎一点。妾身曾在恩师的手札上见过类似的病情，需要回去查阅一二，再来复你。好。娘，这般焦急唤我回来，怎么了？你嫂子去公主府给你堂弟看病去了，去了好一会儿还没回来。哎，你快去瞧瞧，万一那公主滥杀无辜啊！也幸缝了才来了几天呀，就值得娘为你提心吊胆。与其担心她，还不如担心寿阳公主。说不定寿阳城公主这回就为她刺手。哎呀，你嘀咕什么呢？快去救救你嫂子！知道了。娘，你回来的正好，长青买了桂香楼的绿豆饼，还热乎。哎呀，看得怎么样？寿阳公主没为难你吧？没有，我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出什么变。跟公主说，我还得再回去想想，就回来了。你可担心死我了。走。给我盯着这个房事，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是。还想监视我？分头行动。丑奴，这长命锁是你孙子的吗？姑娘，此话何意啊？我孙子他想让你孙子活命，就好好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杀江侍郎的夫人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江侍郎夫人呐！不认识？那为何江夫人爱你的玩物会在你孙子手里？这是小孙子在街上捡的。不说实话，行，那就等着给你孙子收尸吧。哎，回来我说，我全都说。有人带走了我孙子后，留信威胁，说要让张府的命换我的孙子。啊，你看，我除了这封信之外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一命还一命，你欠江夫人的恩，就算我不杀你，这背后之人也不会放过。是用你孙子的命，还是你的命要自己决定。主人，那小丫头跑出去胡吃海喝了，中了别人的调虎离山，你还不自知？冯氏，你刚被引开没多久，
他就出府了。你出府了？对啊，娘说最喜欢吃甜点，我排了好久才买到，还热乎的。二爷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去找娘，给你一个。他做事都是滴水不漏，继续盯着他。他入继府，目的绝对不简单。停！燕池，谁家的丧事？是平安堂的大夫。又是寿阳公主做的好事。听说这次是4亿。仵作验过了？验过了。一个年过半百的不能自愈诱惑，说出去谁信？公主这是懂得遮掩，换不怕被人逼死。冯清穗昨天去了公主府，晚上又偷偷出府。是啊，还真巧。嫂子可听说了？前日与你在寿阳公主府碰面的平安堂老大夫死了。死了？好端端的怎么就死了？听说是被人逼死的。哎呀，那这在西国当大夫也太危险了，这无缘无故就被人给逼死了。哎，难不成他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？行了，别一回来净说些不吉利的话。来，你去给娘做个拿手好菜，娘饿了。二爷还会做菜啊？这外面人人都说二爷心狠手辣，只会抄家，没想到还是个上得朝堂、下得厨房的好儿郎。给我盯紧他，大小事务通通上报给我，我就不信抓不住他的把柄。是。小姐，这是京城最后一家卖墨的店了，你到底在找什么呀？这封信是用一种罕见的花香墨写的，说是能找到这款墨的持有者，也许能更快找到害死姐姐的人。老板，把你这里带花香的墨都拿来给我看一下。好嘞。老板，您挑。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。我这已经是全京都最全的花香墨了。要是还没有您想要的，那您只能去樊楼找那位。樊楼那位？樊楼那位您没听说过？乔真真呐，全京都最负盛名的歌姬，喜欢收藏花香墨，但是要见他一面不太容易，要么白了黄金，要么写出好词儿给他。小姐，你有黄金吗？那您会写诗词吗？咱二爷会写词吧？会吧，抄家丞相可是中国状元的人。走，回家看他去。把门关上。怎么突然有点冷？
二爷，我和娘来看看你。这么好些，没下毒吧？怎么和你嫂子说话的？听说二爷词写得好，不知最近二爷有没有写新词啊？能否拜读一二？朝事繁忙，无暇写诗词。那之前的呢？之前的都烧给兄长。难怪现在满大街听的都是别人写的词，都没听见二爷的词。嫂子还是少听些浮词吟曲的好。原来二爷写的都是些淫秽之词。哎呀，你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烧给你长兄，真不像。娘，丞相，顺阳公主又杖毙了一位大夫，现在京都人心惶惶，朝中数位大臣在府外等候，求您主持公道，带头弹劾顺阳公主。长青，你长兄战死，你又年轻，朝中那些人本就不服你，如今让你带头弹劾公主，若是皇上怪罪下来，担着的还是你呀。娘，不用忧心。二爷，若是我能治好宣公子的病，是不是能给你分忧啊？御医都束手无策，你去看不是也没办法？那日我只是无法确定病情，经过这几日我翻看师傅的手札，基本上已经能够确定了，而且肯定能治好。你会这么好心？只需要二爷作词一首，正路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你先随我去趟公主府，治好自身。一群废物，全都给我拉出去杖毙！公主饶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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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公主杖杀大夫已经激起民愤，还不知生理，竟不怕惹祸上身了。季长青，你这是要多管闲事。妾身今日翻看医书，发现一种病情与宣公子有90%相似，特地前来告知。哦，什么病？肠漏症。本宫怎么从未听闻？哼，本驸马虽不懂医术，但也读过几本医书，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肠漏症。你该不会是湖州来糊弄我们吧？此病乃家师秘密，不曾记录医书，驸马没听说过也是自然。本宫在这儿不是听你胡说八道的，若你是有意撒谎，季丞相也保不住你。宣公子的病本就与冯氏无关，他是出于好心才自愿前来。公主若是不领情，你走。站住！本宫只是为轩儿的病着急，若你有把握，先给轩儿治病。宣公子乃早产儿体弱，先天肠胃不足，只需断掉一切麦粉多的东西，便可好转。不吃面点，简直胡说八道！民以食为天，你这叫残害我儿！冯氏简直是欺人害事！冯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！哪像？我看谁敢！来人，把他抓住！看谁敢！季丞相这也要偏袒？公主救子心切，妾身可以理解，但若不等大夫医治便断言无效，若是耽误了病情，恐怕……好，本宫可以饶你一命。若是戒掉麦粉，病情还没有好转，本宫不会放过。鉴于宣公子发病多时，鸡蛋、黄豆、牛羊肉也要一并戒一戒。妾身列了一张进食清单，只需进食10天半月便可好转，
半年之后就能痊愈。这也不让吃，那也不让吃，人还怎么活呀？驸马是觉得口腹之欲比性命更重要吗？灌子如沙子，又不是让你进食，你嚷嚷什么？半月为期，若是轩儿的病情还没有进展，丞相可别护短。自然。你先动去查案，若你的方子无用，半个月后我也保不住。二爷这半月还是好好想想心思。你要我的诗词做什么？恕不封告。季长青这般爱惜人物，若是知道我拿他的诗词去樊楼那种烟花酒巷给个歌姬，怕是要气吐血。若是被我发现，何时停车？二爷到了，还有老夫人刚刚过府来了。母亲，征远走得早，你一个人带大2个孩子，确实不容易。可现在长青贵为丞相，你这做母亲的可不要糊涂啊！不知母亲何意呀？那冯氏来路不明，目的不清，你身为母亲，不替长青肃清后宅，还引狼入室，简直愚昧无知。我倒是觉得冯氏那孩子是个孝顺的好孩子。你身为我的儿媳，竟敢不听婆婆的话，我让你把人赶走，你就得把人给我赶走，否则我这个哥饶不了你。尚书夫人好大的口气，我倒是想看看你要如何饶不了我母亲。妾身嫁过来这么久了，竟不知祖母还活着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诅咒祖母！去，掌他的嘴！是。老身教训晚辈，你也要插手？在我的府上，还轮不到你教训，把他们赶出去。季长青，冯氏给轩儿的药方毫无作用，就等着寿阳迁怒于他，乱棍打死他。丞相夫人，寿阳公主府浩浩荡荡来了好些人。长青，我倒想看看你如何负得了他。娘，放心，你先去屋里躲一躲，这里我来应付。二爷不是说这次不护我吗？话真多，这些。夫人，寿阳公主让奴婢给您送礼来了。什么？送什么礼？宣公子自从用了您的法子，再也没有慵懒抽搐过，脑子也一日比一日清明。那恭喜宣公子了。您还在这儿呢？要留您在这吃饭吗？哼！我们走。庆岁，真是咱们家的福星啊！
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公主最近心情不好，尽量不过来。姐呀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让冯氏去给萱儿治病，还真被他阴差阳错给治好了。治好了？让他瞎猫碰上死耗子。我有个办法，让人宣扬他心善，不管什么身份，一视同仁，连烟花酒楼的花柳病都能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给烟花女子治花柳病可不是什么好名头，那些高门贵妇要是知道了，断然不会再和冯氏来往。那季长青是丞相，要脸面，还能留他？你说的没错。主任，这段时日属下一直盯着冯氏，他除了逛遍京都所有磨坊以外，没去过其他什么特别地方。把这部诗词交给他，盯着他，看他要诗词做什么。这季长青的诗词写的还真是不错。小姐，咱们有这么多黄金了，还要这诗词做什么？咱们直接拿着这些黄金去找乔真真不就好了？也是啊，有了黄金还要诗词做什么？不行不行，100两黄金呢。这好不容易求来的诗词，不用白不用。拿着这诗词去樊楼约乔真真。丞相，门外突然来了一大批烟花柳巷女子，一个个都哭着求着让大娘子给他们瞧病。这些人怎么知道冯清寺会治病？花街柳巷都传遍了，说全京城的大夫都治不好寿阳公主儿子的病，这大娘子一出手就治好，还说她心地善良，专门给花街柳巷的女子看脏病，只要来姬府门口磕几个头都给治。垂举造谣，有人是给冯清寺泼脏水，逼着我把他赶出姬府。丞相，还有一件事儿。说，樊楼花魁乔真真传出新词曲，说是用的您的新词儿，现在都在传您和京都第一名妓有一腿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丞相府的名声恐怕也会受损啊。冯清穗，要不您还是把他送回乌镇老家吧。冯清穗刚来京都不久，得罪的人屈指可数，必然是驸马爷心生妒忌。去问门口那些姑娘寻一所庇护所，找大夫前去为他们治病。可一般大夫不愿意给烟花女子看脏病。告诉大夫，宣公子病愈，驸马爷心善，公主下令诊金3倍，让那些大夫看完病找驸马去取。若是驸马不给，他不肯。他在外面养外室，还有儿子，这可是要命的毛病。是。这首词写得真好，想必不是出自姑娘之手吧？出自谁的手不重要。听闻姑娘医术了得，我这手腕是伤得厉害，不知姑娘可否？愿乔言以后少用手刃。多谢姑娘，不知姑娘来见我所为何意啊？听说你这花香莫多，我来看看。
这块墨香味奇特，请问姑娘来自何处？姑娘好眼力，这是一种罕见的双色兰花花枝制作，极其金贵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告诉其他人。这是荣昌侯府世子送给我，说是侯府为了庆祝他姑姑当今皇后生辰，特意制作。他拿了块瑕疵品，送给了荣昌侯府，当今皇后的母族，姐姐一家的死必然与荣昌侯府有关。小姐，驸马和那个外室忽然败坏您的名声，说你与烟花柳巷女子为伍，让那些得了脏病的人都在丞相府门外跪着求您看病，这不是逼着二爷把您赶出去吗？那二爷怎么说？二爷让他们都在公主府门外跪着了。您是不知道，驸马爷当时的脸都气黑了。有仇不报非君子，居然驸马爷给我们使绊子，那我们就给他的小情人找找痛。还知道回来？听说樊楼最近出了新的淫词艳曲，是出自本相之手。嫂嫂，解释解释。这女人果然是冲着我来的。嫂嫂这是故意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你哥伉俪情深，我可是非他不可。欲擒故纵，还是另有谋算？他今日做了什么？爷，冯氏女扮男装去了樊楼，然后说还找了地痞流氓，去那驸马那外室家门口泼屎。正经人家的小姑娘哪干得出这种事？也是，正经人家的小姑娘也不会上岗子去别人家当寡妇。爷，这属下倒是觉得这冯氏做事挺痛快的，是那驸马和外室花钱雇人诋毁他的名声，他这是一报还一报，连我也不轻。我去那帮弹劾你那言官门口，我也不费劲。我说笑的，多泼几次，免得他们不知道是谁泼的。啊！属下这就去。千岁，荣昌侯府的世子夫人魏氏成婚6年，一直未有子嗣，已成心病。听说你为萱儿治好了顽疾，她特地求我向你引荐来。好，正琢磨怎么接近侯府中人，公主就递枕头上来了。你就是公主说的冯氏？听闻你医术了得，可否为我看看？夫人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我嫁入荣昌侯府6年，未曾有子嗣。夫人，不如宴后我随你去荣昌侯府为你诊治，这里人多眼杂，难免传出口水。是啊，宴后让千岁随你去侯府便是。好。
我先替夫人诊脉。夫人这病容易，只是需日日调养。你可愿住在侯府，先替我治好这顽疾？我倒是没问题，只是我这就命人去季府传信，就说你与我相见恨晚，要在侯府多住几日。长青，你快找人看着点你嫂子。母亲这是终于发现冯氏有问题了。刚才荣昌侯府的人来送信，说你嫂子被他们世子夫人留下了，这几日都要待在荣昌侯府。我担心她招了别人的道，那荣昌侯府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别人不招他的道就不错。听到没有？知道了，娘。您放心，我会派人盯着的。娘，你慢走。去了公主府，死了个大夫，女扮男装去了讨番，紧接着又想尽办法去荣昌侯府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去盯着他。是。我感觉这几日身子爽朗多了。听说前段时间荣昌侯府老夫人寿宴办得十分热闹，几乎京都所有的官员都来了。在侯府这些时日，并没有找到蛛丝马迹，反倒是听闻老夫人寿宴的时候，姐姐姐夫一家前来贺寿了。且荣昌侯府与东宫内卫来往过于密切。赶紧把孩子带下去，不知道这池塘淹死过人吗？这池塘淹死过人？寿宴那日，千里不侍郎江家的小孩顽皮，寿宴途中偷溜到这后院来玩，一不小心摔下去淹死了，还差点坏了好意头。是小雨？是吗？我看这池水不深，怎么会淹死人呢？谁知道呢？这是府中禁忌，我怎么会突然跟你说起这些？是他，姐姐身边的贴身婢翠雀。那位是世子的贵妾？什么贵妾啊？就是一个不知廉耻的贱人。老夫人寿宴那日，就把世子勾搭着和他到处浪。呀，樊罗德乔真真说，冯氏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闻了一种花香墨，问了问有人。那墨出自荣昌侯府。前段时日，荣昌侯府老夫人寿宴，是不是闹出过人命？对，前礼部侍郎江继言夫妇4岁幼女淹死在了荣昌侯府的后院花池中。前礼部侍郎江继言，幼女淹死，紧接着江夫人小产而死，没多久，江府满门惨死。官府查后说是下人失误导致走水，可哪有这么巧合？冯清岁绝对跟江家有关系。你想干什么？张春雨是怎么死的？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。前礼部侍郎江继言和冯熙的女儿，现在认识了。这人怎么如此眼熟？难道是冯熙的妹妹冯随？我不知道。你是江夫人贴身婢女，在宴会上故意弄脏她的衣服，将她引开，然后将小雨骗到后院。
把他淹死在池塘里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还不说实话，那就等着下地狱吧。那个人整个西国都不敢招惹，更别说是你了。我是嫉妒冯熙能得江侍郎独宠，心有不甘，才把小雨引到了后院。可小雨她真不是我杀的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冯随，冯熙的妹妹。能让荣昌侯府为其遮掩，害死小雨的是当今太子。冯随，你报不了仇的。太子那样一个要风得风的人，为何会害一个不相干的小姑娘的性命？难道说是小雨看见了什么不该看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五花，听说荣昌侯府世子韩瑞轩在排云楼私设斗兽场，拿活人喂恶犬。走，我们去给二爷送点业绩。小姐，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小雨和江府一家的死和韩瑞轩和太子有关，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排云楼杀了韩瑞轩，再去东宫杀了太子呢？要杀韩瑞轩容易，但杀了他，一定会打草惊蛇。我们要动东宫内卫，必须借一下二爷的手。二爷退朝后必定会经过排云楼，我提前去蹲他。封锁排云楼！我们正在追人，山上的，赶紧下来！是我，是我。解释解释。今日我同五花逛街，路过排云楼外，听到有惨叫声，我担心有人草菅人命，就偷偷溜进去查看。没曾想，居然有人在排云楼的后院拿活人喂恶犬，供富家子弟逗乐。大西律法严禁人兽厮杀，排云楼私设斗兽场，无视律法，求二爷严查。嫂子还真会给我找活干啊！二爷才智过人，卓越非凡，能者多劳嘛。下次卸了妆再笑，你这样太丑。还不下来！给我把车拆了，把人拖下来！本相倒是不知排云楼竟然有这么大，连本相的车都敢拆。好大的猴子，竟敢假冒丞相来我排云楼杀人，还抓了我们的人！杀人还带走他们的人，冤枉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把你们拿下！排云楼私设斗兽被本相发现，还想当街杀人灭口，罪大恶极。副统领，马上彻查排云楼，一个都不许放。是。二爷威武。我乃荣昌侯府世子，你们敢动我，不想活了！大虚律法，任何人不得参与斗兽。天子犯法以庶民可罪。荣昌侯世子，难道想凌驾于皇权之上？拿下！季承勋，皇后是我亲姑姑，
太子是我表哥，就算皇上宠你，等太子登基就是你的死期。带走。是。季长卿，你给我等着！季长卿。是。走。二爷刚正不阿，不畏强权，怕死太子。这小骗子知道我回府必经白云楼，这是算计到我头上来。只是这荣昌侯府跟太子关系匪浅，二爷抓了韩瑞轩，要是太子找上门来，还不都是你给我找的好事？妾身发誓，妾身真的没想那么多。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了，这是算计到东宫那位头上。爷，查清了，前礼部侍郎江继言的夫人冯熙有个妹妹叫做冯随，这冯氏应该就是冯随。江家幼女丽娘在荣昌府府后院，我记得荣昌侯府后院的水部神淹不死人。今天在排云楼底下斗兽场死了个女人，是永昌侯府世子韩瑞轩的小妾，名叫翠雀，曾是江夫人的贴身婢女。那韩瑞轩在牢里否认翠雀是他的小妾。江家满门惨死，看来冯清岁是顶着继父花嫂的名头回来报仇的。那还要让他继续留在府中吗？对了，爷，那韩瑞轩是当今皇后的亲外甥，也是太子的表弟。若是真要追究他的罪责，怕是会得罪权贵。冯清岁故意让我抓了韩瑞轩，目的就是引出太子。难道江家惨案与太子有关？听闻你经过排云楼，抓了一批私设斗兽场的。是，西国律法禁止私下斗兽，这是正罪。荣昌侯府乃是皇亲国戚，韩瑞轩这人虽混账，但毕竟是我亲表弟。我外祖母年事大了，受不得半点刺激，所以只知西国律法，人情世故。无妨，丞相可回去好好想想，想清楚了再做决定。本宫乏了，就先不陪丞相了。这个该死的季承庆，尽快想办法捞出韩瑞轩。万一让他发现什么端倪，丞相有点受陛下宠爱，朝中大臣都在传，宁可得罪太子殿下，也不能得罪季承卿啊。我就不信抓不到他的不劳并合。今晚季承卿府中多了个寡嫂，还是个神医，我们何不从这个女人身上下手，让太子妃约她入东宫，咱们想办法从她身上夺到季承卿的把柄。好主意！二爷辛苦了，二爷喝汤。没下毒。二爷，驸马来了。不见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季承卿，荣昌侯府的人都找到我这儿来了，你抓人家的世子！韩瑞轩知法犯法，我抓的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你就不知道变通一下吗？那可是皇后的娘家，你只要堵上咱们季氏一族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同罪，同罪！你又不能真的治了他的罪，放到皇上那儿，肯定又给你驳回来。
又何苦招惹皇后娘娘？韩瑞轩的草菅人命，抓他是应该的。二爷说的对。只要季长青不放人，太子那边一定会沉不住气。你这女人，巴不得我们整个季氏被连累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个灾星。宋柯，不必。季长青，你若不赶紧把这个女人赶出去，迟早死在她手里。还喝吗？冯氏那个狐狸精，即使早晚被他害死。爷，消气。季长青还是不肯将那个女人赶出去。季长青发了疯，他突然抓了荣昌侯府的世子，那可是皇后的亲外甥。即使早晚被他整死。还有那个冯氏，一直在旁边添油加醋，我看8、9不离十，就是他吹了什么风。那女人就是个祸害，她不走，我和安哥如何光明正大入季氏族谱？这次不如想个狠一点的法子，直接把人杀人灭口。我那个弟弟整日游手好闲，结交了些山匪，都是些狠人。只要给些银两，除掉冯氏，轻而易举。此事要办利索。太子那边有动静，世子夫人约我3日后去荣昌侯府一叙，说是要给我介绍一位贵人，应该就是太子妃。小姐这招高，二爷刚正不阿，势必会成为太子的眼中钉。可偏偏二爷洁身自好，太子无从下手，所以只能小姐你亲上想办法啦。小姐，有人跟着。几个人？3个。小娘子，二爷，我今日逛街又为民除害，有人要跟踪我，还欲行不轨。你是故意过来堵我的吗？二爷哪儿的话呀！整个京都最清正廉明的官员就是二爷。这3个你们打的？他们图谋不轨，自己摔的。他们自己摔的。慢点。这荆州闹事，居然有歹人想对你嫂嫂行凶，你查的怎么样了？一个京城的浪荡子，在这里游手好闲，靠他姐姐救济，而且他姐姐就是二叔在外面养的外室。这个外室十有8九又想毁岁岁名声，还惦记着给你当寡嫂呢。那二爷打算如何处置？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，明日季老爷子寿宴，你随我去看戏便是。那妾身就拭目以待了。爹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长青，这是
商量。为了恭贺祖父60大寿，本相特地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安哥，快叫祖父。祖父，就这样。这是你在做什么？寿阳公主马上就要到了，你们来做什么？本相特地将二叔流落在外的子嗣送，自然是为了让继父添丁，博祖父一笑。这是怎么了？你自己做的好事，如果推到你二叔身上，不好好成家，学人在外面养妾室，你赶紧给我滚！二叔，您还不打算认下他们母子？长青啊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就算怕他们母子耽搁你娶妻，你也不能栽赃到二叔头上啊！你娘要流放，你爹又不认，我只能把你送到慈幼院。爹！你娘要流放，你爹又不认，我只能把你送到慈幼院。爹，你说个老爷子寿宴，就让我们娘俩认祖归宗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！你走开！你这妇人，你不要脸，长青还要脸呢！你可以不顾妾身的性命，但你不能不管安哥，他是你的亲生骨肉。找死吗？好，够了！爸，别闹了，这孩子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你的种，别在这装模作样。寿阳，你看这，既然他有了外室和儿子，那本公主休夫便是。寿阳，寿阳，寿阳，怎么还想留下吃饭？不想。继父嘛，你不守妇道，惹怒了公主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没有，不会，爹，救我！爹！曹操的孽障比他爹还能造孽，只要他爹就可以让他把爹一死。老爷，事已至此，咱得想办法补救啊！得罪了寿阳公主，皇上怕是也容不下咱们，还能如何补救啊？咱们得罪了寿阳公主，眼下能保季家的也只有太子和荣国公府了。那季长青性子刚硬，抓了荣国公府世子下了大狱，太子一党必然怀恨在心。若咱们替太子除了季长青，那太子必然会保我季家一脉。只当如此了。今日是长父的忌日，昨晚我又梦见长父，我这两个儿子相貌别无二致，但性格却天差地别，长风好动，幸福活泼。娘，长风是为国捐躯，是民族英雄。若真是寻常战死，我也便不会这般难过。大战前夕，长风曾去信给长青，说军中朝堂恐有奸细，与敌军里应外合，让长青务必查清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！
从未听季承清提起过，看来季承风的死另有隐情。当年长青他爹也是在立下汗马功劳，被奸人所害。季家宗师又欺我们孤儿，奸人欲将我们赶尽杀绝。幸得皇帝眷顾，我们母子仨还能活下。娘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夫人，有个小孩他乱跑。妹妹，你在哪？你受伤了，跟我回府上，我帮你治疗。夫人，我妹妹找不到，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妹妹。你家大人呢？我和妹妹都是京都慈幼院的孤儿，这是慈幼院的标记。养父母把我们带出城后，把我扔下，带着妹妹走了。娘，你先回去，我跟五花陪着孩子找妹妹。早些回来。总算把那小丫头给送走了。这次货色好，多赚了10两银子呢。饿了吧？他就是我的养父母。那个孩子在哪？什么孩子？你们忽悠得了他们，忽悠不了我。收了我的银子，却把孩子藏起来，嫌命长。冤枉呀！我们按照您的吩咐，把孩子送到神皇庙，现在孩子应该被那边龙昌侯府的人给带走了呀！又是荣昌侯府。二爷，快补补。嫂嫂有心了。二爷不要讳疾忌医，若是妖身之处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也不妨大胆的说出来。嫂嫂，这又是在考验我。以后这样的招式不要再用，我对你这样的女人不感兴趣。是，二爷说的是。二爷，我今天跟母亲在山下捡到一个男孩叫小武，他的妹妹花灵失踪了，我怀疑有人设置骗局，通过领养拐骗慈幼院的孩子。理由？花灵的失踪不是个例，我让五花去慈幼院问询了，近年有不少的失踪儿童。二爷若是无暇翻看，我可以替二爷看。京都各处送来的册子，不是谁都一词不懂。二爷，花灵失踪才没多久，人肯定还活着。说是能通过账本发现什么线索，及时救人，那不也是功德一件吗？不准离开我的视线，你坐那看。二爷，看完了。近2年失踪孩童数量超100起，而且90%以上都是女孩，而且都是7岁以下的幼童。这是大事，
为何无人上报？想来这背后应该是有大人物撑伞。你放心，我会调查清楚。自从用了你这法子，我感觉身子利索多了。可惜世子无端招惹祸端，被下了大狱，这才刚被放出来。不然我可能这个月就怀上了。韩世子被放出来了，都是翠雀那个贱人带世子去排云楼那种地方，这才招惹祸端。好在皇后姑姑亲自到皇上跟前求情，这才把人放了出来。不说这些了，今日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个贵人。这位是太子妃。好美的女人，来，快坐。听闻世子夫人说，姑娘医术了得，不知可否为本宫看看？太子妃，您也是难以受孕。本宫与太子成婚数年，一直未有子嗣。可是太子妃身体并无大碍，若是房事正常，应该不难怀孕。我去给你们准备些吃的。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你有那种催育的药物吧？这倒是简单，不过治标不治本，不如我替太子。太子并非是身体不举之人，他只是对我没有欲望。他一直醉心于成仙问道。这太子妃长得国色天香，说是西国第一美女也不为过了。太子这都没欲望，成仙问道。太子前几年生过一场大病，醒来之后他就醉心仙法，一心求长生。我还怀疑过太子是不是在外面有外室了。那太子妃可知这外室是何种女子？知己知彼，妾身也好帮太子妃出出主意。实不相瞒，此前我也劝过太子，若他有了心爱的女子，入住东宫便是。可太子坚持说自己没有外室，只是念及外祖母年迈，日日留宿荣昌侯府。小玉死在荣昌侯府，必然是看到了太子在侯府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真若念及祖母亲情，也不可能日日留宿在这里。这荣昌侯府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我给您配些花迎香。太子妃放心，此事你知我知，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先前在侯府住过一段时间，夫人从未带我来过此处。那是什么地方？那边啊，是太子夜宿侯府所住之处，外人不许靠近，就连我都未曾进去过。太子日日留宿，莫非里面养了什么稀奇玩意儿？我也不能去吗？世子吩咐，除了他和太子，府中任何人都不得靠近。好啊，本宫倒困。他在这侯府混有什么？本宫乃太子妃，谁敢阻挠？本宫乃太子妃，谁敢阻挠？这
这池塘里好大的尸臭味！滚开！太子妃，太子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快救人！快来人啊！夫人都沉下去了。下面全是孩童的头骨，慈幼院那些失踪的孩童，怕是全都沉尸湖底了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二爷，你怎么在这？皇上下令让世子出狱，还命我来拜访侯爷。这刚进门我就听到有人落水，本想过来看看热闹，没想到热闹没看到，却看到一只落汤鸡，居然没顶嘴，掉下湖下头了。二爷，本宫不是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能入内，都是死人吗？禀太子，是太子妃。太子殿下，妾身只是想看看这院子里有什么。你的好奇心太重了，可看到了些什么？啊，未曾。还不赶紧回洞！身边可是西国顶尖高手，而且这四周都是。你最好少打的主意，否则连我都保不住。真以为太子是外面那些苦打子，也敢随便起杀心？二爷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当时抱着你哥的牌位出嫁的时候，我就想好，要守着你哥的灵位过一辈子，怎么会对别的男人有心思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好好守着我哥的灵牌，别整日往别人府里跑。丞相好雅兴，既然来了，不如留下来坐坐。嫂嫂落水受凉，今日就先回府，改日再来拜访。这个季长青再不处置，必成大患。万一让他发现什么……表兄，这个季长青他就是个油盐不进的。这次在牢里，我可吃了不少苦头，还不敢再招惹。表兄，这次刚好来了新货，你看今夜要不要留宿啊？今日这般折腾，哪还有兴致？过几日再说吧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已经和那冯氏搭上话，等下次把他约出来，设局威逼利诱一下，就不怕他不乖乖听话，帮我们对付季长青。
你原来见过姬长青的寡嫂？哦，是个美人。听闻她这几日经常往侯府跑，我让你表嫂再将她约过来，可好？哎，她是季长青的嫂子，我可不敢啊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再说了，女子名节最重要，让她跟了你，还怕她出去宣扬不成？到那时候，还不是你让她干什么，她便干什么。小青说的是，大兄说的是。事成之后，威胁冯氏在姬长青的书房放入通敌叛国的罪证，我倒要看看那姬长青有几颗脑袋够看。你那个丫鬟呢？五花，她那么嘴馋，定是不知道跑哪玩去了。我回头训她。你平时最为利落，怎么掉湖里了？好暖和。别乱动，你浑身湿透，染上风寒，雾气会难过。这可是你自己不让动的，不是我耍手的。你冷的牙齿都打颤了，嘟囔什么呢？二爷，你刚刚在院中可有闻到什么气味？你有什么发现？湖底全都是幼童的骸骨，骸骨的手上都带着慈幼院的红绳，现在基本可以断定，慈幼院失踪的幼童都与太子和韩瑞轩有关。此事关系重大，万不能轻举，更不能妄想刺杀太子。二爷说什么呢？我可是连蚂蚁都不敢踩。装，你继续装。平安堂的大夫和韩瑞轩的小妾都是怎么死的？慈幼院的事儿，你调查的怎么样了？确实如你所说，是有人故意为之。我已经派金昭仪秘密调查。那如果最后真的查到太子头上，二爷当真会当真不完吗？如今宫里贵妃最是受宠，贵妃所出三皇子，文武双全。不知二爷是站太子，还是三皇子？我只忠于陛下。那如果将来太子登基呢？二爷也要忠于那样的太子吗？你在荣昌侯府住的那些时日，你还有脸问我这个问题？托你的福，我现在已经被视为太子党。二爷可别什么事都赖我头上。今天你不是还亲自去侯府了吗？你们本来就有往来。朝局中事，你关心不来就别操心了。以我现在的地位，只有别人巴结我的份儿。我对夺嫡不感兴趣，只想做个纯臣。二爷的意思是，以二爷如今的地位，我在京都是可以横着走的。可有什么发现？小姐，花灵果然在别院，她被韩瑞轩的人关在别院的密室里，四周守卫森严，我没办法进去救她。太子表面上风光霁月，放着太子妃那样的美人不碰，却在荣昌侯府私设密室虐杀幼女。小玉必定是在那儿撞见了太子的罪行，
所以才被虐了。小姐，我们想办法杀了他。季长青说的对，太子身边全是高手，想要杀他没那么简单，得从长计议。我在这欢宜箱里放了些好东西，借太子妃的手送给太子，就算杀不了他，也能暂缓时间，确保花灵的安全。长青，你听说了吗？咱们的太子可能不行了。这种妖孽走，不用我。我说的不是那东西，是那方面。我桑老把这个。这韩瑞轩四处求医问药，还说不是给他自己，那还能给谁啊？肯定是太子啊！小心祸从口出。嘘，别说了。莫非又是这个小骗子造的手脚？我已经警告过他了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你说啥？没事。哎，一会儿结束后，将这香灰倒入公桶中，不许让任何人察觉。是。这冯氏确实聪明，还知道让我将这香灰处理干净，不留后患。等我怀上太子的子嗣，他来不来我宫中呢？自从有了这香呀，太子现在日日留宿，您必然很快如愿。太子殿下，太子的身子是你做的手脚？太子的身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那日在世子府见过太子妃，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太子了。别以为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聪明，若是被人发现了端倪，二爷说的话虽然我听不懂，但是我会好好琢磨的。你以后少去荣昌侯府。那可不行，世子妃还约我明日去府上一叙呢。你诚心气我是不是？那日二爷不是还说，以二爷如今在京都的地位，我能横着走吗？如今我不过就是与卫士玩得好，就要怕东怕西了。我是怕你玩得过火，我 hold 不住你。那二爷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，怎么连自己的寡嫂都 hold 不住？那可是太子。皇上就不怕太子，废了太子不就是一句话的事？唉，二爷还是不行呢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说这种话就不怕被人砍了脑袋？那二爷会砍我的脑袋吗？自愿的案子无罪完，你给我消停点。妾身相信二爷。呀，荣昌侯府别院有什么发现？别院有密道，下面有密室，失踪的有女花灵应该就在密室中。这太子是个废物。千岁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怀孕了。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一猜就猜中了。那可要好好恭喜你了。这都要感谢你呀。快接倒茶。是。
韩瑞轩这是迫不及待要找死了。爷，沉了。好，想办法去把你们夫人给支开。您放心，冯氏身边的婢女我们已经引开，一会儿老夫人还会让人来唤夫人过去。好，既然好不容易怀孕了，那可得好好补补身子。回头我给你多开几副补身子的药。好。夫人，老夫人听闻你有喜了，让您过去一趟。千岁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晚些时辰我们一起用膳。小美人，当寡妇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让爷呀好好宠你。小姐，韩瑞轩安排的人已经全部搞定了，送上门来的，带走。你们干什么？啊！来人啊！来人！这荒郊野岭的，你喊破喉咙也没这用。你想干什么你？江侍郎的女儿是你亲手杀的，还是太子杀的？江侍郎的女儿，她是溺死的，跟我和太子有什么关系啊？是太子杀的。夫人六十大寿那晚，太子参加完酒宴，就去客院。那个江侍郎的女儿不知怎么也去了那儿，侍卫以为是刺客，就给他杀了。是吗？啊，那湖底的白骨怎么解释？直接弄死他吧！不，是太子听信了一个西域妖僧的话，说是长期服用女童的心脏炼制的丹药，可以长生不死。这些年暗中也就骗了不少女童，都藏在我侯府的客院。老夫人寿宴结束之后，太子喝醉就去客院消遣，就碰上了江侍郎的女儿。直到江侍郎夫妇寻女，我们才知道出了事情。可是那时候的孩子已经死了，我们就谎称是溺死的。小鱼等我长大以后要和你周游天下，吃好多好多好吃的。好，等我们小雨长大。我们小雨才回来。是太子干的！你们要报仇，你去找太子啊！就算孩子是太子杀的，那其他人呢？江家满门都死了。那跟我没有关系啊！我只是谎称孩子溺死，把江侍郎的夫妇带到客院商量赔偿事情，其他的都跟我没有关系。虐待儿童、包庇杀人犯、伪造证据、囚禁虐待，你还说跟你没有关系？
江侍郎是怎么被你和太子算计的？他说江侍郎夫妇是假意接受赔偿，等到脱身之后一定会变卦，所以说要除掉才可以啊。是太子设计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。就算这一切都是太子做的，江夫人是你杀的吧？这人真不是我杀的。别讲话！胁迫平安堂大夫对江夫人下手的人留下的字条，就是你送给乔真真的兰花香墨所写。啊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平安堂的大夫。那兰花香墨我制作了100块，只留下了1块有瑕疵的，剩下的我都送给了皇后姑姑。皇后知道了太子的所作所为，所以决定斩草除根，对吗？是。江夫人死后，你让人屠了江府满门，并制造了一场火灾，将江府上下全都送入黄泉。不是啊，那都是皇后姑姑和太子干的，那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啊！我压根就是无辜的，就放我吧！我没。卫士说今晚侯府有宴会，我们把事情闹大。又给我找了什么活啊？戌时4刻之前，请务必让太子留在席上。不要！放过我！放过我！下地狱去！瑞轩呢？他生性爱玩，已经派人去催了。丞相从不参加宴会，今日怎么有勇？前段时日将世子关进大牢，陛下命我向侯爷宾至进行。丞相，这是哪的话？都是犬子不争气，受了歹人的蒙骗。我先离开片。太子既然来了，请你敬您一杯。好，希望这杯酒过后，你我冰释前嫌。那小骗子让我拖住太子是为何？不好了，世子落水了！不好了，世子落水了！胡说八道，有贵客在，你大喊什么？世子怎么会落水？世子在别院落水了！这不就赶紧去看看！走。你现在月份浅，要多注意。好，我在别院池塘边看到世子掉下去了。不可能，世子怎么可能？世子！二爷，这是怎么了？闭嘴！不说老夫把是那种前鲁夫侍郎的女儿也在这种过程里淹死了，这里有个劫罪呀！这是石头拿走！这些明显不是石头，韩世子的死因也有待调查。在官府和仵作到来之前，任何人不得破坏现场。季长卿，你尸骨未寒，这么多宾客在，你要当众验尸？人命关天，这是正常流程。
太子，急什么？太子，急什么？还看什么？赶紧走！此事事关重大，各位都有嫌疑，见此令牌如见陛下。在御林军到之前，任何人不得离开。御林军一旦过来，万一查出什么，可怎么办啊？宋清岁胆子真大。二爷，我有点害怕，这该不会真是冤魂索命吧？二爷，那边有个密室，这孩子在里面大哭，被我给救出来了。4。真狠！就是他把我心脏抓我炼药。你这个小孩子胡说八道什么？吃惊疯了吗？谁跟着胆子勾践太子？侯爷，孩子是你们府上找到的，密室也在你们府中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有什么好抵赖的？季长青，你就是这么办案的？先派人栽赃陷害，再出动御林军搜查，你想抄谁家就抄谁家。侯爷若是清清白白，何必这么着急杀人灭口？孰非孰是，一查便知。我杀人灭口，我这儿死得不明不白，太子又遭陷害，我倒是问问你，我们韩氏哪对不住你？你竟如此报复！就是他把我关进那个小矮窝壳里，说我如果不把关进外头，他就把我扔进湖里喂鱼。你自卫！这湖里的骸骨会不会和太子有什么关系？丞相为何构陷我？真是不择手段，连这么小的孩子都要教唆。丞相，御林军到。封锁相府，彻查。丞相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属下没权力查。太子，无妨，我已经让人通知了陛下，你先查韩世子落水和这孩童被关一案。是，属下这就带人去查。速速传出消息，让母后保我。二爷，这么多幼童都死在太子手里，没想到他温文尔雅的外表下，居然藏着一个穷凶极恶的魔鬼。你可真会给我找活干！风寒还未好，站在风口，回去怕是又要病倒。再病倒，你还要担心我？二爷，若是皇后执意要保孩子，你要如何？你都把我架到刀刃上，我能如何？太子必须废。有二爷这句话，妾身就放心了。丞相，确实有一间密室，而且密室中有炼丹炉，还有用途炼制妖丹的妖书。什么？竟然拿孩童炼丹，真是丧尽天良啊！季长青，你如此构陷，他是沉冤昭雪，我定要你季家满门抄斩！罪证确凿，太子怕是很难洗清嫌疑，还是留着力气跟皇上解释。贱人，瑞轩是怎么死的？我明明让他对你……皇上，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！皇上，
臣妾从来都不争不抢，你愿意宠幸谁就宠幸谁，臣妾从未对皇上有过半句怨言。可是偏偏有人看臣妾母子不顺眼，想将侯府和太子一并给毁了呀！皇上，那个季长青做丞相才没多长时间，就仗着皇上您对他的信任，滥用手中职权，构陷太子啊！朕已命人传太子荣昌侯和季长青等人入宫，孰是孰非，皇后一会儿再争辩。若我没来赴宴，你打算如何收场？二爷一诺千金，既然答应了，肯定会来。无端给我招惹这么多仇恨，你是觉得我这个丞相的位子坐得太稳了吗？二爷和太子不是一路人，他早晚会对您下手。今日他便让韩瑞轩对我下药，欲行不轨，应该是想利用我对付二爷您。你做事太过冲动，太子、皇后、荣昌侯府根深蒂固，不是一时半会能够除掉的。只要给皇上废太子的理由，便能暂时牵制皇后一族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会慢慢的一点点找他们讨。父王，儿臣冤枉，儿臣是被人构陷的，根本就不认识那个小姑娘。你为何要杀那女孩？皇上，臣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那暗卫自己动手，死无对证呐！皇上，依臣妾看，定是这些人故意构陷太子的。是他打我，还要杀我，把我心脏和炼丹。闭嘴！皇上，区区孩童的话，岂可当真？那侯府密室里的炼丹炉和学书，侯爷又如何解释啊？那是用孩童炼丹，真是丧尽天良！皇上，民女曾与太子妃交谈，太子妃说，太子早年身过一场重病，之后便一直沉醉于求仙问道，醉心长生。何妨妖女，在此妖言惑众！皇上，花灵乃是慈幼院的孩童，被人冒领后送到荣昌侯府，加上池内68具尸骸，荣昌侯府也脱不了干系。将太子带去芳华殿，在荣昌侯府命案未查清楚之前，不得任何人太子接触。皇上，千万不能因为孩童的胡言乱语就质疑太子的清白，他可是未来的储君，也不能被有心人坏了名声啊！皇上，皇后若是怕太子孤单，可以去芳华殿陪他。少卿，彻查此案。是。二爷辛苦了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情。二爷这是哪的话呀？案子办得怎么样了？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，就算查到了太子的罪状，为了维护皇家的颜面，最后也会推到韩瑞轩身上。以后都过了，自就请废太子。我知道，能废就行。劳烦二爷了，改日我在炖汤好好犒劳二爷。别折腾了，你气色也不好，有空不如自己休息一下。好，听二爷。皇上，你要救我，一定要救我！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你是要拉着荣昌侯府一脉，陪着你去死吗？母后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会小心的。这次你一定要救我！告诉你，利用孩童炼丹一事，除了韩瑞轩，还有没有知情的人？还有其余来的办法，
就是他叫我用你重新掌印。不，他不能死，他能助我得道成仙。还想得道成仙？他自己的妖道落在季长青的手里，我们都得死。凡知情者，斩草除根。母后是，母后不能杀道长，母后。你是什么人啊？闭嘴！小娘子，莫怕，吾乃太子座上宾，今日落难，寻得一处地方藏身。若是今日能好生伺候我的话，等他日太子登基之后，好处少不了。这是太子的令牌。没错。倘若今日你不能好好服侍我，我就让太子把整个樊楼给端了。皇儿，你父皇说季长青会亲自来审问你，你记住了，不论季长青问你什么，咬死知情。我同你舅舅已经商量过了，将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在了韩瑞轩的身上，没打死保证。儿臣知道该怎么做。季长青啊，季长青，在案情还没有真相大白、水落石出之前，你竟然敢构陷太子，简直罪无可赦。本宫倒想要看看你还能嚣张多久。太子殿下，你有那么多孩童来炼丹续命，就不怕他们变成厉鬼来找你索命？季长青，用都费口舌，荣昌侯府的一切都有那都是韩瑞轩做的。太子殿下，你最好不要让我抓到任何毛病。金兆尹那边的调查出结果，没有太子罪行长生的直接证据，皇上必然要保那个太子。樊楼的乔真真给您送来了拜礼。难道他剑鞘炎又犯了？大夫人，您是季家的长媳，身份尊贵，还是少和这些烟花女子有牵扯的好？我是医者，在我眼里，乔真真只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病人。抱歉，皇上已经下旨了，斩杀所有涉事人员，剥夺韩瑞轩世子席位，取消荣昌侯府世袭资格。另外，命人开辟墓园，妥善安葬那些亡童。太子被摘干净了，对吗？因为没有直接的人证和罪证指向太子，仅凭一个孩童的证词，不足以扳倒太子。没关系，他不会蹦跶太久的。别想着刺杀他，我会一直盯着他，他被废是迟早的事。二爷这说的哪的话？我还有事，先走。通知金兆尹，将江侍郎一家惨案和儿童案并案处理，还江侍郎一家有没有直接证据，皇上也只是禁足太子。要是还不肯结案，他只会引火。季家从我父亲和大哥被奸佞所害那一天起，
就无法置身事外了。爷，那冯氏，您既然已经知道他是带着目的接近姬家，是否要赶他离开？他若只是想替姜侍郎一家讨回公道，便随他去吧。只要他不是进宫刺杀皇上，我就能护他周全。就算他进宫刺杀皇上，我也有能力护他周全。姬长卿硬拖着不肯结案，还想将前礼部侍郎姜家的案子一并拖进来，说要并案处理。本宫看来，分明是在拖延时间。母后，姬长卿是不是发现了姜家灭门案跟我们有关？慌什么？就算他查到了什么，也都一并推在那韩瑞轩的身上。皇后娘娘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所有知情人士全都灭口。但那个西域妖道跑了。你说什么？娘娘，那个妖道跑了。现在即刻马上把人给我找到除掉，妖道落在姬长卿的手里，快去！是啊。你来干什么？快出去！连太子都对我言听计从，何况是你呀？哎呦，又来个小美人儿！你没事吧？多谢姑娘出手相助。樊楼是京都最大的花楼，怎么会让这种人闯进来？冯姑娘，听闻季丞相在调查太子拿幼童炼丹一事，这个妖道是昨天被人追杀，拿着太子令牌闯入我房内的。我为省长，是怕他跑了，还好你来了。太子令在他身上，太子作恶多端，这就是他的报应。此人非常重要，我替慈幼院那些枉死的幼童谢过姑娘。冯姑娘，我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。太子和韩瑞轩作恶多端，若是让这种人当了皇帝，我们哪里还有宁氏？把人带走。爷，您刺客！去找副统领。爷，这几个人你自己说。是。看来有人先进了二爷的马车，又被我安排了。当然是给二爷送礼的。保护丞相！带走！原来二爷早知道有人要刺杀，怪我还匆匆赶来。我看你是匆匆赶来露天图吧。二爷，我抓了一个重要的人，教唆太子用幼童炼丹的西域妖道。
我还真是想看了你。这个人狡猾的跟个泥鳅一样，我们追查这人数日都不曾抓到。大娘子真厉害！少拍马屁，把人带上，给我进宫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救我呀！妖道妖言惑众，蛊惑人心，伤害无辜孩童，罪当极刑。皇上饶命啊！这一切都是太子指使的，草民最多只是出谋划策，罪不至死啊！父皇，你不要替这个妖道胡言乱语。儿臣不认识他。太子，你若是真不认识，那这太子何人？姬长青，你对我赶尽杀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！皇上，这必然是季长青勾结着妖道，故意构陷太子，还请皇上明察。够了！先前你说孩童之言不可信，一切都是韩瑞轩所为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替他狡辩？对，我就是要杀了他们，我就是要长生不死，得道成仙。把人押下去。皇上，草民罪不至死啊！罪不至死啊！皇上，你自己得不到父皇欢心，便把一切怒火都发泄在我身上。我刚学会说话，你便要我背诗；我刚学会走路，你便要我骑马；我稍有不慎，你便破口大骂。你没有谁真正关心过我吗？反观三弟，父皇宠他，莫非爱他？你把所有的父爱都给了他，我呢？这就是你伤害其他无辜孩童的理由吗？对，我生下来便是天下第二尊贵的人，是未来的皇帝。凭什么我要每日活得战战兢兢、痛苦不堪，连寻常人家的百姓都不如？你们给不了我的快乐，只能自己去寻。疯了！不是本宫的儿子，你疯了！太子失心疯，辞去太子之位，送去安国寺，剃发出家。皇上，看你养的好大儿！季长青，你以为你还能嚣张多久？他是皇帝呀，没有信他，对我都尚且如此，何况是你？你以为父亲跟你兄长是怎么死的？季长青，你父亲兄长受边关百姓庇护，功高震主，他怕了，他睡不好，他要你季家再无兵权。把嘴堵上，带走。儿子。二爷，如何了？皇帝自是不忍心杀他，废了他太子之位，把他送去安国寺出家礼佛了。废了就行。陛下会派人全天候监视他。他受不受监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最好没关系，我怕有人蠢到去安国寺杀人。老爷，季长青把我道长送到皇上面前了。皇上让太子出家，虽保留了太子的颜面，可太子终是与大统无缘呐。我独上侯府上下和我儿的清白，就落得如此下场，我不甘心。你都退下吧。太子去安国寺前，让人传信给你。荣昌侯赋予太子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如今只有孤注一掷，破釜沉舟，才能有
重见天日的机会啊！太子这是要反，侯爷，如今也别无他法，只有让太子顺利登基，咱们荣昌侯府才能有出头之日啊！到那时候，我一定要让季长青碎尸万段。侯爷，前户部尚书季洪德求见。季长青的祖父？正是。听说季长青以祖父季洪德不睦，还挑唆寿阳公主休夫。这季长青够狠的，六亲不认。让季洪德进来吧。是。侯爷，听闻季长青那个孽畜要将荣昌侯府赶尽杀绝，我特来献计。说。那季长青的寡嫂冯氏根本就不是长风的未亡人，我派人去乌镇调查过她的底细，此女真实身份是前礼部侍郎江继言的妻妹，江府满门被杀，她隐藏身份，怕是来找侯府报仇。韩世子的死八成和这女人有关，难怪呀！中元节真热闹，二爷公务这么繁忙，还要出来陪我逛街，真是为难你。我怕我一会儿看不住你，你就跑去安国寺。二爷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好端端的我去安国寺做什么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昨夜干什么去了？我去散散心。我看你是去安国寺打探消息。你受伤了？被你的步摇碰到了眼睛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见二爷流泪。你冷笑，你不想想为何有人登基刺杀？对了，他们是冲我来的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爷，昨夜季老爷子夜会荣耀。看了黄金翠的身份暴露，把人带走。是。太子被废，朝堂中的局势已经被你搅得翻天覆地，西瓜要变甜了。你可知季长青身边那个冯氏是何人？何事惊慌？当初斩草未除根，那丫头竟然是江继言的妻妹。果然，百密一疏，竟栽在一个黄毛丫头手里。这个冯氏必须除掉。罢了，事已至此，何必继续折腾？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还有后路，只需您在他礼佛结束前坐稳宫中皇后的位置。他还想折腾？皇后娘娘，除了扶持太子登基，咱韩家别无后路了。季长青那边，我想办法解决。是季大夫人吧？之前在寿阳公主的生日宴上见过，听闻医术了得，不知可否为我看看手？方才为救坠落马车的小姑娘受了伤。你是？我是广城侯府的，排行3。原来是曲三小姐。无碍，只是脱臼。多谢二位。
改日一定上府拜谢。对不住，姑娘，都怪我没长眼，冲撞了你。无妨。这姑娘不错，心善，家世也好。若是能和常青成一对儿，穗穗，你觉得如何？娘觉得好，那便好。等常青来接咱们，若这姑娘还在，便让他们见上一见。夫人，广州侯府的许三小姐拜访。请坐。老夫人，大娘子，我是特地上门感谢你们的。哎呀，你也太客气了。许三小姐手腕可好些了？好多了。常青，这是广城侯府的三小姐，你见见。大夫人医术了得，我十分敬佩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无妨，我与大夫人声量相当，不知可否借见穿一下大夫人的衣服，改日清洗干净再送回来。好。是我想多了，这女人看起来对季长青并无意思，那她上门纯粹是为了答谢。多谢。她刚刚可有什么异常举动？除了在你屋内换了衣服，再无其他异常举动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们得把房间仔仔细细搜查一遍，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告诉侯爷，我已经按照他的吩咐，将通敌叛国的罪证放入季长风的屋内。曲小姐做得很好。小姐，有一封信。嫂嫂不知避嫌。二爷不是说对我这样的女人不感兴趣吗？方才瞥见二爷身材不错，不然再让我瞅瞅。方千岁，你这样，我可……你可什么？在你哥房间发现的。这绝对不是我哥的。我当然知道，这是曲三小姐换衣服的时候留下的，上面都是密文，我看不懂，写了什么？是敌国写的，问边防军将领的名单和边防安排。通敌叛国的罪证。通敌叛国的罪证，这是伪造的。是真的，而且与我兄长的死有关。朝中有人勾结敌军，出卖守城将领。他们要栽赃陷害你哥。先前边关军出现叛徒，你救我兄长那次，就是因为叛徒泄露行踪，他死里逃生逃到了破面，被你所救。我知道，长风也曾同我说过。小骗子！
这封信真正的主人，就是害死我兄长的人。那就看过阵子是谁开始不安分了。辛苦你了。少爷这话说的就见外了，娘还有心给你介绍曲三小姐，这下看来又要泡汤了。你傻乐什么？那日杀你的人就是荣昌侯府派来的，你以为他们一次就会善罢甘休？妾身相信二爷会保护好我的。你听说了吗？有人从边关传来消息，咱们的大将军季长风并没有死，投敌叛国了，现在正在敌国逍遥快活呢。真的假的？满京城都传遍了，而且啊，这个据说皇帝都知道了。传信给季大夫人，告诉他这些传言，让他和季承宗小心防范。太子殿下，荣昌侯说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咱们在京都城外的兵马已经调动成功，只要季长卿一落马，立刻攻入皇宫，逼迫皇帝退位。很好，季长卿，等你落在我的手里，我要你生不如死。你也不想了，到现在也不成家，让我怎么放心的下呀？连个心仪的姑娘都没有吗？你干什么？在你哥房间发现的。我想他做什么？罢了罢了，我啊，管不了你了。母亲慢走。二爷，皇宫来信说皇后得了头痛病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，让大娘子即刻进宫给皇后诊治。皇后这是沉不住气了，要杀你灭口。让我进宫诊治，再随便编个罪名安在我头上，就算要把我处死，皇帝也不会说什么。他们确实沉不住气，他们确实沉不住气。小姐，法老的乔姑娘派人来传话，说现在京都都在传谣言，说季将军其实没有死，而是通敌叛国，假死留在了敌国。还好我们提前发现那封信了。李安，宫中传信，皇上要您进宫觐见。他们这是要让我下好心了，送他出城，护他周全。我走之后，皇后肯定会安个罪名在继父身上，到时候娘和二爷都脱不了干系。二爷，你不必忧心顾虑我，我自有办法应对，您专心应对便是。诉说之忏悔，长夜又当醉，照此身若富贵。风清翠，一阵阵风吹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惧如所想？没什么，心渐忘，历经风霜，心热血微凉。一幕幕就回望，一夜夜非思量，世无常，从今年不该忘，难得无三见。见过皇后娘娘。本宫听闻你医术高超，不知可否医好本宫这头痛？娘娘，让我为您诊脉。去年春宴，凡京城3品以上官员夫人，皆可入宫参宴。本宫见过江侍郎的风范，那可真是一个温婉如水的女子。不过本宫又听说，江侍郎一家惨遭灭门，本宫着实心痛。不如本宫
发发慈悲，也送你去地底下，让你们一家人团聚，可好？来人！王氏妄图刺杀本宫，就地问斩！大人，走吧，皇上在等您呢。不知道那小骗子能不能扛过这一劫。皇后娘娘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杀了他！慢着！冯清穗意图刺杀本宫，长公主想要插手。皇后娘娘公报私仇，未免有不太明显。若是传出去，何人服众？长公主恐怕不知，这冯清穗根本就不是季长风的魏王人，而是姜侍郎的妻妹。姜侍郎妻妹和季将军魏王人身份有何冲突？姜侍郎马门被杀，此女此番前来是来寻仇的。既是报仇，为何要寻皇后娘娘您？难道姜侍郎马门被杀与皇后有关？皇后娘娘若是头疼，便歇着就是。冯氏我就带走了。小雅，我本不该管，可是轩儿的命是你救回来的，这次两清了。多谢公主相救。先别谢了，你快回继府，继府可能出事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娘子，大爷在军中私通敌国，二爷跟老夫人都受牵连入狱了。怎么会？那封信明明被找到了，怎么还是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的帽子？小姐，你先别着急。不对，如果季长风通敌叛国，季家全都被抓了，为什么独独剩下我？大人，继父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要被下大狱？我正要去找你呢，快些走吧。长青让我给你准备了些盘缠，就在樊楼。我不走，我想知道原因。现在皇上手里掌握了大量季家与敌军通敌的证据，季家这次恐怕是很难翻身了。皇上，我们提防着荣昌侯府，提防着皇后和太子，却独独忘了皇上。季长青权势过甚，皇上早就视他为眼中钉了。季长风的死，嘘，切莫胡言乱语了，快些走吧。季家满门都下狱了，为什么独独落下我？我是季长风的妻子，为什么不抓我？那是季长青拼命保你，说你根本就不是季长风的魏王人，而是姜侍郎的亲妹，是为了调查姐夫一家的死，这才加入的季家。现在继父已经把你给除名了。他知道你，早就知道。他想把我摘出去，自己一个人独活。快些走吧，这京都怕是要变天了。你去哪儿啊？快去樊楼拿盘缠。仇是我自己要报的，就算季家有今日不是因我而起，我也绝对不能坐视不管。要去劫狱啊！太子，一切都在您的计划之中。废太子后，皇上果然前功尽弃，对季长青出手了。我将季长青父兄的死因说了出来，父皇肯定做不出。季长青太有能力了，父皇疑心那么重的人，
荣昌侯来信，军队已在城外集结，就等你一声令下。今夜此时，动手。是。西国这天下，终究还是要落在我手里。姬长卿，等我登上皇位，就是你的死期。二爷，傅星翠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敢劫狱！二爷说笑了。不是让你脱身之后就离开京都吗？我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。留下也不受牵连。二爷不是早就知道我是来报仇的了吗？你快走吧，我暂时还不能离开。我要是逃了，姬家叛敌通国的罪名就坐实了。谁说我要带你走了？我是来陪你的。什么毛病？五花一直监视着太子，发现他不安分的很，他的兵马已经在城外集结，今晚恐怕是要逼宫了。那你还不快跑？其实你早有准备吧？你可是姬长卿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，你父兄的死都和皇上有关？当年敌军来犯，姬家军只听从我父亲的命令，违抗过皇命。自那以后，皇上就一直对姬家军有所防备。我父兄二人皆是皇上借奸臣之手除掉的，他就是怕我们姬家放恩。那你反吧，二爷。你若要反，我便当个乱臣贼子。陆金孙，你胆子太大了。二爷是第一天认识我吗？我要报仇，你要活命，我们狼狈为奸，一拍即合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出事了！太子带着叛军杀进京都了。这个逆子！皇上，叛军已经攻入皇都了，御林军拼死抵抗，只能拖住一炷香。副统领，速传的朕的旨意，携带兵符去城外搬兵，前来救驾。是。皇上。皇上，臣妾已经帮您把后宫所有的余孽全部清除了。哦，对了，还包括您最宠爱的贵妃娘娘跟她的儿子，也全都被我给杀了。你这个毒妇！您说我是毒妇？皇上，这些年来，您偏听偏信，独宠贵妃一人。考虑过我和太子的感受。皇上，三皇子已死，除了太子，您再无子嗣继承大统。若不想遭罪，请诏书退位吧。这些乱臣贼子！皇上，您就不要拖延了。如果您不想看到这皇城根底下尸横遍野的话，快速立诏吧。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说来，我们还挺感谢皇上的，替我们解决了季家的忠臣良子。若季长风还在，我们哪敢轻举妄动啊！
父皇，儿臣的兵马就在宫外，你若还不肯写退位诏书的话，就别怪儿臣心狠手辣了。朕终究是做错了，还不肯这么写？你是废太子，也是废人，无权继承大统，嗜血成性。若你做了皇帝，那我西国太子，亲手弑父了你！心不狠，朕不会，这不是您教我的吗？把先皇拖下去，厚葬。陛下已死，传位于我，传令下去。废太子刺杀皇上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杀无赦。季长青，不可能！你死在牢里。太子殿下，好久不见。宫内外全都是我的人，你能奈我何？三皇子已死，我就是陛下唯一的子嗣。你的兵马已经全部归降。我们早就猜到了你要逼宫造反，季家军在数月以前就秘密埋伏在了后山。你，原来要造反的人是你呀，季长青！你要当乱臣贼子吗？感谢太子殿下，如今我们可算不得乱臣贼子了，我们是清君侧的大功臣。你们，等到了地府，再跟我姐姐谢罪。你们，我跟你拼了！以后这种事情不要亲自动手。走。二爷说的是，你早就知道皇上要除掉你们季家。自从他开始假意重用你之时，我就知道我们季家迟早会被他赶尽杀绝。我本只想做一个忠臣，可他害死了我父亲，还教唆奸臣害死了大哥。我以为我够狠，原来还是不如你。季长青，赢了，成王败寇。你杀了我吧。你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幼童，就这么让你死，太便宜。你个毒妇，你想如何？不如挖出你的心脏，看看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。太子叛乱，杀了皇上，还听信妖僧谗言，残忍杀害60几名随从，理应处以极刑，以儆效尤。季长青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是太子，我是太子！季长青，我是太子！二爷，你想做皇帝吗？我若不做皇帝，以后怎么护得住你？丞相。
这是？还活着，小姐，要救他吗？救！季长青就是季长风。搜索摸够了吗？你与季长风是同一人。我大哥在边关被奸人所害，怕他死后敌军来犯，边关百姓才到屠戮，便让我假扮他的身份，好让敌军几十年不敢来侵犯我大西边境。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我不是你哥的魏王人，你一直看着我演。不然呢？瑟瑟演技那么好，季长青，你演也好，装也罢，二爷线下是何意？是你自己说的，救了，在边关与我日久生情，两情相悦，非嫁给我不可。你别说了，乱臣贼子随我当了，现在该由他们的开展。我可是你长嫂。谁说的？你是礼部侍郎江建言的七妹，更是身份尊贵的宗室女。你连我的身份你都安排好了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觊觎你的长嫂的？现在还敢招惹我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是否总有缠线绳结？幸好处晚风冲落空荡，这里是致命与孤舟。看尽衰草枯杨，惊涛骇浪，痛而不忘。心空如深山水流独闯，愿为我书下千串离殇。命淡若朝霜，有你同担，断水一细流长。是当今皇上的亲主仆，谁敢拦我？快放我入宫，我们要见皇上。皇上有令，早与尔等断绝关系，另开一脉。季尚书和荣昌侯合谋，其罪当诛。念你们年事已高，把你们贬为庶人，流放岭南。来人，带走。爹，季长青，我是你祖父，你祖父啊！带走。
废太子赵必祥刺杀先皇，屠戮后宫，听信谗言，残杀百姓与孩童，残害礼部侍郎江继言满门，手段恶劣，处以极刑。先帝在位时曾留下遗诏，禅位于丞相季长卿。新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封宗室女冯绥为后，其母戚氏为皇太后，钦此。二爷，以后我在京都可以横着走了吗？你何时不曾横着走过？